好，我们看叶伦已经抵达了北京，他是美国的财政部长哦。那可以看到昨天的情况是什么呢？美国派出来的是财政部长，可是没有对等哦。中国大陆又来了，他又派了一个司长哦，记不记得上次布林肯也一样哦，他派他了一个财政部的国际经济处的这边的一个司长杨英明来接机。那另外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嘛哦。那当然呢，我们看到叶伦身段蛮软的，虽然是司长来接机，可是他跟这个杨英明握手超过20秒哦，感觉上两个人还是很热络，而且呢，他们3个人还一起把手指向天空，看什么呢？来，大家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3个人在握手之余往天空一看，看的是天空出现了一道的彩虹哦。那指给叶伦看，这对美方来说也是一种提醒啊，中美关系带着诚意而来，互相尊重才能雨过天晴。那当然，我们希望他们好好谈。而叶伦必须讲，她已经是一个年长的女性了哦。那她下机的第一餐去吃什么？到三里屯去吃云南菜哦。大家知道三里屯非常接近美国大使馆这里啊，很多美国的外交官啊、使节常常去那边逛街啊、吃东西啊。以前我们记者也常常去哦。那吃了这个云南菜其实必须讲我看起来蛮 humble 的，这不是很贵的菜，而且他们没有坐包厢，就坐在一般大众的这个外头这个椅子上面哦。那我们看到叶伦点了什么？点了很多的包括菇类菌类的东西，所以中国大陆对岸的网友就讲啦，说叶伦你第一餐吃菌子，菌就是我们讲的菇类啦像香菇啊各种菇类，难道是要先君子后小人吗？那这一间店叫一坐一望其实在大陆也蛮红的，它是一个连锁的云南餐馆。而另外我们看看呢，叶伦过去他跟刘鹤前中国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有交情，所以呢他见的第一个中方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是一个重要人士好了，是刘鹤刘鹤他其实已经卸任了，两个人来叙叙旧其实今年1月的时候，叶伦跟刘鹤在苏黎世还有见面，两个人相谈甚欢那见完刘鹤之后，一般预料他会跟李强国务院总理来见面那我们看到叶伦访华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台湾来说也很重要，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媒体也都在看。可是很怪对岸的处理的方式很低调，连央视新闻都没有报道。这么重大的事没报道央视6号的新闻联播要闻30条，没有一条是有关于叶伦的，所以是刻意淡化吗？刻意打压吗？玉渊谈天这个是微信公众号的一个人他就讲了，他其实对这个外交各方面可能有一些涉略，他就说整理美国新政府上台后的2147篇报道从这个2022年8月开始，他认为中美交流知情人士说越多，中美交流就越少，所以大家不要讲，低调都不要讲，你的交流才会多，是这样吗？所以呢，其实某种程度他也批评美国那些躲在这个媒体后面放话的知情人士你少讲话，你闭嘴如果你们再多讲你们就是在阻碍中美之间的正常交往。所以叶伦这一次去的这个目的，去北京的目的，大家知道，可能要为了这个美国国债来尽一份力，来说服美国，美国要说服中国，你的国债不要卖，或者甚至可以买。我们再看看呢，这是第2波的美国高层访陆嘛那叶伦这一次办的是白脸吗？她又是一名女性，又是年长的女性，所以呢，她没有一个鹰派的脸孔出现，而且必谈台湾吗？像是 IMF 的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福就说，布林肯其实是坏警察，他扮演的是坏警察他故意提了像是台湾、俄乌战争某种程度就是黑脸。那叶伦要唱白脸一白一黑其实是有关联的。中国全球化智库的理事长王辉耀就说，我们不能说叶伦不受欢迎，可是你不能要求中国一边吞毒药一边强颜欢笑那另外，到底这个中国大陆对于美债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来推销美债，想让中国人掏钱买，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响，可是有可能
会得逞吗？或是有可能如愿吗？因为包括我们知道，今年6月中哦，美债已经破了32兆美元，是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145%哦，比这个之前的预测还早了9年呢，非常的这个沉重的负担哦。所以呢，中美关系专家朱峰就讲了，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实是下降的。离岸人民币的交易也弱化了，进出口压力也上升，所以中国有中国的难题呀。你要中国大幅的增持美债，这个空间可能不存在，现实其实蛮残忍的哦。那另外呢，如果美国得不到中国的债务支持，那会怎么样呢？会有大动作吗？战争会来吗？包括温铁军，他是中国的著名专家，他就说有可能会有美国会发动代理人战争、新8国联军的模式哦，会出现这样子吗？哦，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内部也在讨论，如果美国发动这种大规模的所谓的战争哦，我说的经济上面战争该怎么办？他们也有在讨论。来，先看一下这个借贷规格啊，因为公告很明显，说叶伦到中国大陆的访问是双方商定的结果，那也就是说。叶伦到中国来访问不是中国的客人，所以他接待规格跟布林肯一样，不是副部长级的，而是有一个师长啊，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的师长到机场去接待。而且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看到，中方派出去的接待人很少，那美方的接待人也不多。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叶伦不是美国这个国务院的国务卿，他只是财政部的部长。所以呢，美国驻中国大陆的大使馆去接待的人也不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嘛。你看布林肯去访问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几乎全馆都出动了，因为顶头上司来，每个人都希望在他们老板面前露脸，让他看到，哎，我在啊，我在啊，我二秘啊，我三秘啊，我是组长啊，提拔我一下。但是叶伦不是，财政部不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所以您认为司长就中国大陆派司长规格是 OK 的 ？OK 的，因为他不是客人哦，他是来谈判的。OK，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在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不是我们的客人，你只是来谈判，那我就派师长级来给你接待，也没有红地毯啊，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这个谈判的过程双方都是艰难的，对美国来讲是艰难，对中国大陆也是艰难。为什么？因为两国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互信了，这个尤其是中国大陆对美国是完全没有信任了，没有任何信任的基础。原因很简单，美国人说一套做一套已经玩太久了，尤其是这一届政府。你看布林肯前段时间才想方设法，是说要去北京访问，之前北京也没有意思要他来。那先从苏利文在维也纳那跟王毅的会谈，然后谈的还可以了。然后所以布了一个局了，然后最后这个布林肯也来了以后呢，你看本来也谈得很好，那结果呢一回去以后，这个拜登就对中国大陆不礼貌了，直接攻击批评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国家领导人，这个很不礼貌、很挑衅的事。而布林肯帮拜登背书，说他是我们老板，他代表我们的意见，而且呢，我不会做你中国人喜欢的事，我也不会。我还会继续做你不喜欢的事，讲你不爱听的话，那这个就是完全的挑衅嘛。那完全的挑衅，你想想看，到北京表面上姿态很好，一回去以后就翻脸，那谁晓得你这个叶伦来了以后，会不会也是姿态很好，一回去以后又翻脸？谁晓得你叶伦一回去以后，拜登会不会再来一个挑衅的话？换言之，也就是说，只要没有满足你的要求，你就又来挑衅了。我觉得完全没有信任的基础下，你想叶伦如何来完成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很简单，第一个，美国不要再卖中国不要再卖美国公债了。第二个，不但不要卖，而且要反买。那第二个，你美元中国不要再把它换成黄金了，多拿一点美元在手中，不要卖掉去买黄金。那这个对美国也受不了。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为什么要答应你？我们还很少看大陆在谈判中有失利的。我在研究大陆的谈判过程中，他们谈判丢城的很少，他们绝大部分很少谈判输的。是，来请教汤老师。这个财政部长他的主要目的呢，第一个是找钱，
第二个是花钱啊。那你说他到大陆去啊，他是去找钱还是去花钱？那当然是要去找钱嘛，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嘛。因为我自己美国现在马上这个火烧眉毛了嘛，你看债那么高，对不对？而且上次的那个债务上限危机过了以后，他又发了1兆1000多亿的美债。是好了，那你这些东西你怎么办？因为这些是马上就要这个放在那里，要希望有其他的国家能够来加以分摊。好啊，那你去找啊，他去找钱嘛，那去找，那当然是找到大陆去嘛。那因为现在的状况呢，你看这边这个中美关系这个朱峰啊，我是认识他的，他就讲了，他说我们这个情况也不太好。其实他这个做法就是说你也不要狮子大开口了你自己看着办吧。可是呢，我觉得中方可能会有一条路就是说让美方呢稍微的给他感到一点温暖，是什么呢？他走另外的国家，并不是中方自己出手。你比如说像鲁拉鲁拉呢，他欠了美国很多的这个国债。那中方是说，来，我帮你还一部分。那我帮你还一部分，那是他的。然后呢，中方就说，我再用人民币呢，来买你的这个原物料，那你就有人民币了。那到时候你就用人民币再来还我。然后呢，我们就嫁接，以后我们做生意呢，我们就用人民币来做生意。那这样子的话，等于说像这些亚非拉某些国家呢，他就可以跟中方来配合。那配合的话，那就是说用他们的名义，是可以帮你还一点或者可以减你的这个美债的这种危机。那到时候那当然要看那是不是说中方是又要用这个方法，它可放可收，那就看你的表现嘛，看你表现怎么样，那我们再来试试看要不要做到这一点那另外这个温铁军这个专家呢，他是说会达到这个代理人战争。我倒觉得还可能没有不会走到那个样子的阶段。意思就是什么？这个战争是所谓的这个 last resort， 就是最后手段了。因为我们前面还有很多的手段，因为你这个财政也只是一部分嘛。那你还有外交，你还有这个经济，还有很多其他的。所以说，我倒觉得说他这个好像有一点言过其实了。是，来请教董哥。叶伦到北京自己在推特发一个文他就叫做6个字中文6个字，沟通避免误解。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中美这几年的贸易大战是美国人挑起，100%是美国人挑起。可以很斩钉截铁的讲，中国大陆一点责任都没有，我就是处于挨打，所以我是处于一个防卫的。那今天所有的防卫，你美国觉得够当吗？那是一个必然的嘛。那从7月因为叶伦从很早就要讲就要去大陆，那一直被延了，先让布林肯去了以后，叶伦才来嘛。他自己一个这个过程会延这么久，就是那一颗气球造成的。2月4日已经把气球打下来，美国也不公布，每天讲这个气球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说它间谍气球，你开个记者会给全世界知道说它里面有什么设施多厉害，你哪些资料哪些机密被它探取了没有？不敢讲那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最近的反击其实是蛮厉害的。7月1号，中国大陆对外关系法通过实施，7月1号开始实施它是第一次把外交的政策把它列到法律那这个其实可以看到说中国大陆它有很多的做法。7月3号大家所熟悉的，它把它的稀有金属一个加一个者它把它断了，这个当然是回复什么？回复你美国的动作。你们派叶伦来，以为一个白发老奶奶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真的大量买你们美债？不是为什么？因为你才收动荷兰对他的光刻机电子卖到大陆，对，你是故意要在打我，对不对？一面说我们叶伦布林肯来会对你怎么样，又去压迫荷兰人。那荷兰艾斯摩尔的总裁是很气说你现在压他，中国大陆过几年他自己就会学会了。言下之意是什么？等他光刻机他自己学会以后，因为他有很大的市场，他的量产很多。到时候我们原来的客户都会被他弄走，为什么？因为他比我们便宜，绝对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嘛。
所以你美国找我们去对付中国大陆，最后我们受伤了怎么办？你也没办法回复我嘛。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动作一项接一项啊。那大家再往后看其实他现在中国大陆这2天有回击啊，是他说我们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半导体市场，那你现在用这些手法来打我们的话，那你们会反噬，就是你会自己会自己受到自受其害。可是你可以看到叶伦他这一次来，他想说我可以带来不要误解，不是误解啊。其实叶伦他虽然这些年来一直在表现说我们跟中国大陆是不应该脱钩，我们应该怎么样，可是他没有办法去针对他的老板，所以他现在来代表什么？代表拜登的选情不好，现在全世界都受到拜登选情不好在影响。拜登希望比较好，那比较好怎么样？你们不要再卖美债了，对不对？你们交易不要再鼓舞很多国家去用人民币来做交易，希望美国还可以维持这样。所以这几天对台湾人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张忠谋说我站在拜登旁边，拜登说工会回来了，他说他真的觉得很刺耳，为什么？因为你为了你的选举。你让我们跑去美国投资，为了你们的工人然后为了你们的工会，你都是在为自己选举啊。那我们台积电到美国投资，成本增加1半，然后我们未来也没有保障，所以你都是损人，对不对？然后来利己。那今天叶伦摆着笑脸来，其实中国大陆也很清楚，是我就接待你一下，但是。我现在不太可能再上当。是在外交上面在军事上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摆阵，很多时候看起来都快要有冲突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场面发生在叙利亚的上空这个是这个美军因为他过去呢一直在叙利亚的上空，他的说法是他要消灭 ISIS， 就是这个伊斯兰国啊所以美军就公布了一段影片，他说我们派出了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7月6号早上9点半要去消灭 ISIS， 结果俄罗斯的军机来了，您看到画面，无人机的前面，俄罗斯的军机在扰乱吗？以这个美国的说法是说，飞行员这个俄罗斯的飞行员过去24小时之内不断的在无人机前面干嘛？启动信号弹并且也做了很多，包括逼近死神无人机的状况，还派出了降落伞信号弹进入了无人机的飞行路径大家看到刚刚那个画面，这是美军公布的，他说我无人机在这里执行任务啊，我要消灭恐怖组织那你俄罗斯的军机来乱搞，来弄我。而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也在中东伊朗的军舰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的包括它出动在这个这个一个湾口的地方出动要劫持这个油轮，所以呢，美国说我派出了第5舰队紧急出动拦截，成功阻止你伊朗要来劫船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全世界各地呢军力强大的国家我们在这边，然后呢有。包括伊朗，包括俄罗斯引来扰乱这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视角，他讲出来这样的指控。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会请老师来讲解。而另外，我们看到临近我们的中国跟菲律宾其实也有很多的冲突，包括你看到仁爱礁事件，因为大家知道2战的时候的这个仁爱礁附近不是有一艘沉舰吗？那可以看到呢，菲律宾不断的去补给不断的去巡航可是中国大陆就不同意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对的事情，所以最近这地带在仁爱礁附近也发生冲突，有一个迫近的危机，差90米就撞上了中非有4艘舰艇在这个地方有冲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包括南海的争议其实一个很大的争端，中国大陆的大使就见了菲律宾的新任防长，说我们要用协商来妥善的处理分歧。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最近有一些电影的上映却被当地国家给抵制，甚至说你不准上映，为什么？因为也
跟南海的九段线有这个风波的相关，政治地缘的风波相关。这是美国的电影叫《芭比》，它是真人的一个电影那演的是这个芭比的这个 story。结果呢，它里头有一张图是画出了越南的九段线，南海的九段线。那这个地图的九段线出现在电影画面里头，我们一般人可能觉得没什么，可是对越南政府来说，这个不可以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取消你芭比的上映权。过去也有这样的例子，包括《雪人奇缘》也曾经出现九段线的地图，也被取消上映。而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韩国的当红女团 BLACKPINK 最近也被殃及了。他们是无辜的吗？因为呢，这个 BLACKPINK 将于7月29号、30号本来要在越南的河内办演唱会，可是中国它是主办公司这个主办公司叫做 IME， 它使用了九段线的地图，网友看到了也很生气，说我要抵制这个女团 BLACKPINK。所以你可以看到艺术啊、电影啊、演唱会啊，如果你牵扯到政治，尤其是包括地理位置包括国界啊、疆界这样的事情呢，那根本就是铁板一块。所以我们看到越南它的做法是什么？我们看到越南过去一段时间，它让美国的雷根号的航母停在岘港，然后呢也庆祝美越确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越南的总理范明正，他6月中访中考察的时候，还讲出这样的话，因为他去考察雄安高铁站。他说哎呀，我真后悔当初没有找中国来建高铁，所以他美国的关系也要，中国的关系也要。所以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评论说，越南你要小心他用一个南海同时跟中美俄谈条件你不能小看他这个国家很厉害来，请教老师。我就要先谈九段线。过去我们叫做11段线，那是我们国民政府在2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那南海的所有的岛屿都要归还给我们中国，所以是在美国的协助下，我们在1945年，我们的舰队就到了南海，那宣布了这个整个海域都是属于我们，那里面的岛屿属于我们的主权的范围内，所以我们的舰队在美国的协助下，一个一个地方命名。所以有的叫做例如说我们台湾的太平岛啦，都是根据舰队以及根据郑和下西洋的这些人来命名。所以九段线事实上是属于我们的。今天民进党政府抛弃了我们国家主权，大陆在帮我们守这个国家主权。所以对于越南来讲，或者是对菲律宾宣布说这南海的岛屿仁爱礁是他们的，那是错误的。我们美国过去在他们的地图上也是标明了九段线是属于我们的，都有画。那后来他们本身改变了，但是历史是没办法改变，国际法是没办法改变。所以我觉得菲律宾也好，或者越南也好，他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他们是非法占有我们的岛屿这是一定要严正的谴责。仁爱礁也是如此，也是非法占有。那只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想用强制的武力来把它拖走。那台湾目前民进党政府是放弃了我们在南海还有我们钓鱼岛，这个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另外讲的一点就是有关于美国，我觉得美国实在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还可以叫痛，这个很奇怪。为什么？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授权美国可以进入叙利亚。安理会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叙利亚政府没有邀请美国到叙利亚来。美国是不请自来，美国没有经过当地国的邀请，侵犯这个国家的主权，占领了、控制了这个叙利亚的北部的库德族的地方，美其名叫做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但是问题就是他没有受到当地国的邀请。那叙利亚是邀请俄罗斯到他们的国家来，所以俄罗斯是经过合法叙利亚政府的邀请进入叙利亚，在那个地方设有军事基地。那美国没有经过邀请，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而且去抢夺叙利亚80%以上的石油，盗卖、盗采、盗卖这个石油。那今天又派无人机去被俄国赶走，这理所当然嘛。
理所当然应该被赶走，而还可以叫痛，这个国家厉害，真的是了不起，很特殊。而且还透过媒体，其实某种程度他控诉，他说侵俄罗斯犯一个国家主权呢，联合国安理会没有授权，他可以进入叙利亚。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问汤老师怎么看这南海的争议？好，这个南海的争议啊，其实背后都是美国在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所以说造成了今天的这种摩擦以及这种乱局啊。你像譬如说这个菲律宾的这个问题啊，菲律宾以前这个杜特地那个时候啊，他也是觉得说，哎呀，那个南海仲裁案啊，这个已经过了嘛，那他说，哎呀，那我们先不要提这个事儿啊，我们先把这个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我们的这个经济问题啊，我们先搞好，搞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说啊。所以说他那个时候可以说是跟中方可以相安无事的。可是现在这个人上来了以后啊，这个小马可斯上来以后，哎，跟美国的关系呢就又开始重新恢复了，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啊，所以说这里头这个有一个理论就叫做钟摆理论，一下子等于说这个啊，他如果说这些领导人啊是导向这一头的话，那这个可能就相安无事啊，那如果说你导向那一头的话，那可能就事情就爆发了。那所以说这个状况呢，就一直在摆来摆去，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钟摆的这个问题。那现在呢？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仁爱礁的这个状况，是这个仁爱礁的状况也是存在了很多年了啊，10多年了啊。那所以说，这个一直都双方呢，原本都还有一些默契的，就说你也不要去碰，我也保持距离。那这样的话，那双方都还可以过得去。那可是呢，现在美方呢就大概在后面了，又在开始怂恿了。那所以说，中方原本提出来的叫做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然后呢协商谈判，意思说我们坐下来谈嘛，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冲突呢？那这事情是可以谈的，而不是不可以谈的。可是呢，美方呢在后头，因为煽风点火了以后呢，那就使得这个菲律宾这边呢，哎，他就壮胆了。那所以说，这个他们就对这个中方要谈判的啊这种做法呢，他们就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效果了。那你说越南跟中国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尤其他们有这个水的问题啊，因为越南的所有的河流的水都是从中国下来的。那如果说中方在这个它的这个河流当中啊，如果说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水坝的话，那它这个越南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越南这边呢还相对的稍微比较好解决一点。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董哥。你可以看到南海现在的这些争纷其实很乱很乱，但为什么这几年才会乱？你知道2次大战以后这些地方本来很多都是日本人的，那我们是4强嘛，我们是战胜国，那些国家很多时候被日本人占领，所以当我们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我们讲什么就是什么，哪些岛是我们的军舰到了就是我们的，没有人讲话啊？为什么这些人来讲话？因为依附的是在中华民国身上。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声称它所有，它是要经过我们这里要经过因为过去是中华民国的，是中国大陆是1949年成立。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宪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教授汤绍成，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许胜梅，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李玟逝世，可以说是全华人都在关注。毕竟他在艺坛20多年、30年的时间呢，很多人是跟着他的音乐一起长大的。他骤然去世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华人圈里头的各个报纸、各个媒体都有反应。
对岸的《人民日报》在第一时间就表达了哀悼，央视还特别播放李玟的歌曲，包括我们看到李玟在2011年结婚之后，她的演艺活动慢慢的有减少，在那一段时间呢，中间可能在2013年有发行专辑，可是呢，大部分的时间看起来没有像过去未婚的时候那么活跃，一直到2016年，她在对岸《我是歌手》这个节目里头做评审还有唱歌，还有自己也去这个作为这个竞赛的主角，在第4季的时候，她是总冠军。观众朋友，对岸现在有很多的综艺很夯包括浪姐系列，我们台湾有一些资深的姐姐艺人对很多小朋友来说是姐姐，那些艺人重新红起来了呀，看王心凌这一些，所以呢，其实陆纵浪姐3本来说有意要找李玟可是后来那个时候李玟的身体已经真的不好了那很多人说她是华人之光，为什么？在西方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华人占的地位一咪咪而已都是点缀。可是我们看到，包括他登上了奥斯卡的舞台，并且在奥斯卡的舞台表演之后，他受访，他说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希望能够为中国人争光。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你可以看到他跟周星驰抱在一起，大家欢呼。而另外呢，包括你也看到了他离世生平唯一担任的这个电影与这个尊龙合作为了拍戏差一点点坠崖包括像这样的剧照了呀都有被这个大家影迷或者是影剧记者给贴出来那尊龙也是登过奥斯卡舞台的一位男性的华人的艺人。而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在中国好声音，我刚刚讲错，他是在中国好声音担任评审的他其实很有自己的原则，观众朋友，他觉得说比赛过程中有一点点瑕疵包括你看到有一次他去当评审的时候，发现有一个73分的这个得分73分的选手有第2次机会，那怎么搞的？有一个88.3分的选手怎么没有这个机会？所以他当场就举手说我质疑你们这个透明的制度有问题据说传说那个时间点节目组可能觉得你怎么给我们难看好像有点弄他我们就看到那个时候呢，本来说好了要跟王泽鹏一起表演，而且是挽手，大家知道他脚不好嘛，挽手唱歌，结果节目组临时改走位李玟他用尽全力奋力唱完自己那一部分之后，直接跌坐在地上这个是后面大家再把他想到当年的这点点滴滴。而事实上李玟也很有爱心他帮助一些弱势，包括对岸有一位老先生我们看到的这位老先生，他受访，他说过去有一段历史大家不知道，其实他曾经帮我卖20万斤的橘子，这是7年前的事情了。你看那画面曝光了所以呢，他说我很感谢李玟，我们来听听看。大概那个时候，我在卖馆子，就这几个人把我管着了，许多万斤馆子都修掉了，这些个。这样把我木子卖3小薄皮，还没了的面也还挣了几千块钱。好，感谢哥。是那我李玟李玟。来，我们请教盛梅。李玟曾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歌手，他从小到大都认为自己一定会是医生，因为他的妈妈就是中医。他说他在台湾出完唱片之后，有一段时间他就回到美国，想要完成他的学业，可是最后终究他没有完成这个医学院的这个学业，而回到歌坛。然后很多年之后呢，他有一次是参加一个公益活动，他们是去探访癌症的病童。那一天，李玟说她心情非常不好，她看到那些孩子，她非常难过。她回家的时候，她就跟妈妈讲说：“为什么我不是医生呢？是医生才能医治他们啊！”结果妈妈就回答她说：“你知道吗？医生能够治疗的是病人的身体，可是你的音乐可以治疗、疗愈很多人的心灵，就让他其实比较能够释怀。然后大家会觉得李玟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哈，非常的顺遂，但并不是。他的人生其实经历非常多的挑战。大家知道他的声带曾经受伤，但有2次。
在2000年左右，他不能发出声音，他甚至于低音的这样的音频都发不出来。你想想看，一个歌手不能唱歌，那非常非常的痛苦。后来也是他的妈妈陪伴他，他说没关系，我们就一句一句的慢慢来唱，重新练习唱歌。他当时唱的是哪首歌？各位知道吗？月光爱人。所以他可以站在奥斯卡上，让这么多的人，布莱德比特、汤姆汉克为他鼓掌。可是你们知道那首歌，他是一句一句这样练习回来，因为那时候他声音受到很大的伤害。第二次他声音出状况，就是在大陆是这个歌唱节目。大家其实有看到一些影片，是他在彩排的时候，因为李玟是一个不能够容许自己出错的人。当时他声带受伤，是因为他重感冒，整整1个礼拜，他的气管发炎了。于是，在彩排的时候，他声音上不去，整个破掉了。有一段影片是他拿着麦克风，然后就哭了。哇，那个当下歌迷也很心疼。曾经他接受访问，他有提到，他站上去之前，他发不出声音。可是你知道人的意志力有多坚强？他明明已经声带整个受损，发不出声音，但是艺人就是这样，当他站上舞台的时候，声音就出来了。好，所以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然后提到李玟很多很多你印象深刻的歌，你到 KTV 会去点。他有一首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当然很多歌大家都喜欢，《刀马旦》啊。其实这首歌呢，当年也促成了一段绯闻。谁帮他做了《刀马旦》这首歌？王力宏。周杰伦周杰伦，对对，周杰伦记不记得？对。然后他们当年周杰伦呢，在他的巡回演唱当中，有好几次都找李玟去当他的特别来宾，然后李玟还在这个台上热舞，然后对，就是这个经典的画面，然后2个人手牵手哦，也因为《刀马旦》，我相信很多大陆的歌迷非常非常喜爱他。耍花枪，耍花枪，因为这个歌跟一个 ABC 的歌手好像很违和，可是他一唱出来，你就会觉得哦，刀马旦就是周杰伦帮李玟量身定制的。然后大家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其实当年很有趣。为什么这样说呢？刚刚前子提到了王力宏，对，有这个故事，是因为李玟唯一承认的一段恋情其实是另外一个歌手叫张瑞哲，然后后来2个人没有走在一起，但是当时台湾的乐坛就传出来，当时李玟跟王力宏似乎不错。王力宏这几天其实有发文哦，他是提到说，因为我们当时都18岁，都从国外回来，中文不好，所以彼此比较常有互动。他认为李玟真的是一个走到哪里都发光发热的女生，但是那个时候他跟王力宏走得比较近，可是这个时候周杰伦帮他写了《刀马旦》，所以他又跟周杰伦其实走得也比较近，所以你可以去想象，在很多的男歌手心目中，李玟真的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忽视的光体。就像这几天大家在讨论那个橘子阿贝这件事情，也是当时李玟到长沙去录影，他是经过而且各位你要晓得那个时空背景。李玟当时在大陆很多节目邀请他的时候，他是一度迟疑，因为包括自己声带的问题，自己有很多很多担心。但是他在长沙录影的时候，看到这个老先生是在大雪当中，那他自己也得下车，然后先买一袋橘子，才发现是整村的人橘子滞销。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但是这位老先生他特别录了影片要感谢李玟，就表示其实这个女生她除了是一个歌手在国际上发光发热之外，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真的人，是，而且很有善心哦。包括到现在大家不管你是大明星还是像这样的升斗小民，其实某种程度都在怀念他哦。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关心台湾的未来，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说，是不是有可能台海之间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危机呢？要不然为什么国际上好多的 leader， 好多的领导人都谈到了台湾呢？我们的国安局长怎么讲？国安局长说没有哦，他接受访问，他说中国发动战争的能力还不够，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这是我们的国安局局长蔡明彦说，他说中国要在台海来发动一场战争，能力不够哦。
发动的成本也非常的高，它是要让大家安心吗？不过我们再看看其他的新闻，大家都有识读的能力，也都有阅读新闻的能力。你可以看到，包括 AIT 主席罗森伯格。开口闭口都在讲台海要和平稳定，如果我们是和平稳定的，就不用讲了嘛。他还关切北京的挑衅行动，而另外呢，不止他呀，包括美国的领导人美国总统拜登，还有美国的高级将领都讲过类似的话，说美军协防台海抵抗中共。会随时有准备，包括美国的前线美国前最高将领说抗中保台，他认为美国总统你应该要加紧力度教育美国的民众，要支持台湾对美国有多么的重要，这件事要让美国人知道那拜登总统在6月28号的时候，甚至讲出来这样的话，他说岸田文雄有示警过，他也引述了岸田文雄的说法。他说，如果俄罗斯18.5万的军队正在入侵其他国家，讲的是乌克兰嘛，台湾又为何不会是下一个？如果连美国总统都这样讲，你就不能怪台湾人担心或是紧张。或是惊慌，或者是害怕了。而另外，我们看到最近中国大陆不是有反制吗？说钾说镓像这些贵金属，它可能要有一些管制了可是美军说镓没有战略储备他们的战略储备可能不够那库存也没有。如果少了镓，那美国的爱国者飞弹、雷达、电站系统都有可能受到影响。而另外，我们看到叶伦昨天登陆了北京他说对镓还有锗的出口管制我觉得很担忧，我们很 concern 他有讲了这样的话。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习近平最近在干嘛今天的新闻，他跑去东部战区巡视，讲了这些话。他说，中国军队必须敢于打仗，中国军人必须敢打会打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这弦外之音是什么呢？而另外，我们现在要积极扩充我们的国防，不管是装备还有人员。那国军今天有一个新的讯息说，打算放宽男性152公分当志愿役，因为大家知道过去可能比较身材上面有一些过胖啦，或是比较矮或是各种的限制嘛，可能不适合军旅。可是现在要放宽了。邱成远，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就说我不希望只是为了增加兵员而做这样的改变跟放宽。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包括北韩。大家知道北韩常常有饥荒、营养不良。所以可能有人就是生的比较矮小，因为这个吃不饱饭嘛。他们的役男可以放宽到142公分我们要跟北韩来看齐吗？我们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呢？国安局局长可以掌握到很多绝密的情报资料所以他对于这个两岸的局势的评估跟判断其实是很重要的。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他的评估准还是不准。例如说，他认为解放军现在没有能力攻打台湾，这个准还是不准？这个在国际之间都会认为不准因为美国其实是越来越担忧解放军会攻打台湾，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海军部的部长，他尤其是海军的作战部部长，他的判断认为解放军很有可能在2023年，就是今年，那么会攻打台湾。那也就是说，解放军已经有能力攻打台湾。那例如说，印太司令他们也估计认为说很有可能会在2027年，还有人估计是2025年。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其实美国的高阶的将领，他们的评估是解放军已经有能力攻打，而且呢，他们都在判断攻打的时机。那这个东西就又打了这个蔡明堰的一个脸了为什么呢？因为蔡明堰认为说现在在鼓吹解放军要打台湾，是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可是我刚刚举的例子全部是美国的高阶将领，那也就是说都是美国，而且是在印太司令、海军作战部长、空军上将，他们的评估都认为解放军要不在2022年、2023年、2025、2027要打台湾。那换言之，也就是说，那都是美国在主张鼓吹解放军即将要打台湾。那这个认知作战，那就不是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作战那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美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那你
蔡明彦国安局局长，那理论上讲，你就应该去谴责美国为什么你这段时间在台湾的选举期间一直在鼓吹解放军要打台湾，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在帮谁选举？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涉及到一个国安局局长他这么一个重要角色，他要扮演的一个位置啊。那有关于习近平以一个三军统帅的身份到东部战区，我觉得他去视察，然后他对于东部战区，他本身有指示，台湾要高度重视，高度重视。我觉得要高度重视，因为我以前在军队服务很久，我知道当一个三军统帅到一个地方去，尤其是在蒋经国时代，那因为不是现在了，因为现在我们的三军统帅为了选举拍拍照意义不大哈，但是在我们过去蒋经国时代的时候，他去到哪个地方去看什么，讲什么话，那是有强大的政治讯号，而且也等于是那个战区就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的一个强度的非常高的一个指令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台湾很明显是掉以轻心了。是，来请教汤老师。我觉得这个蔡明彦啊，讲的这些话呢，确实是有一点睁眼瞎话、选举语言，而且粉饰太平。他这样讲，让很多的民众不明就里，可能就会相信他的话。相信的话，现在好像是这个天下太平了。那天下太平了，你看这个民进党他的作为，当然我们必须要加以支持，这个完全是错误的。那他这种目的呢，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啊，意思就是要来帮助民进党来选举，因为太多的这个例子呢，来告诉我们说现在的这个情况确实不是这个一般的这种状态，是非比寻常。我们从很多的地方看出来，刚刚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哈，我现在讲的是增加一点就是说，譬如说你美国为什么派教官来？你的兵役为什么要延长？你裴洛西完了以后，这个中方的这些军演都是玩假的吗？这不可能嘛！意思就是说，你军演这个裴洛西那一次完了以后，这个其实海峡中线就没了。好了，那上次蔡英文去美国回来以后，那个整个的那个 ADIZ， 中方也不把你放在眼里了。意思就是说，他们那边是有作为，是说等于是步步进逼。步步进逼的意思，就是因为你台湾这边你经常挑衅嘛，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步步进逼呢？这个没有道理嘛。那所以说他说这个是什么中共的认知作战，根本就是在骗人我要骗死人不偿命的所以我说他的这个话呢，确实一定要倒过来听不能够说正面的来解读他的这个想法甚至是日本人都讲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你说难道说这些都是假的吗？那另外呢，这个有关于这个放宽志愿役的这个升高，我觉得这个也是民进党当局他大概已经是这个黔驴技穷了意思就是说，你像这种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出来，就是要这个志愿役的这个兵员呢要尽量的增加，而这些兵员呢，按照这个前面以前这个包括这个赖清德都说了他说这个义务役是不会上战场的他讲过这个话，对不对？可是这个话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第一个你在准备要打仗，第二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志愿役呢，你就必须要上战场，因为你是自愿的嘛，是对不对？那现在因为可能志愿役，上次我们都听到了，说大概有4000多人4000多个这个官士兵呢，他们觉得现在太危险了，所以说他们要宁愿被罚款而要离开军中那所以我想说这些做法呢，确实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兵凶战危的情况呢会更加的恶化。